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ara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这一集属于想拍就拍的一集，因为从出国回来这段时间蛮忙的，有一点太累了，所以想要休息一下。那休息也不能没有影片嘛。今天也是有一些内容的，有一些新的产品会顺便分享，但是用我素颜的方式去呈现。出国这段时间到现在，其实我也差不多2个月没有用视黄醇的产品，只是配合一些简单的去角质，所以撑到现在还算是不错。但是大家看到我开始冒痘了，出一些痘痘粉刺了，现在没办法只是用涂抹的方式就可以去掉这些老废角质。前2天我开始用视黄醇的产品，也顺便测试一些新的产品，因为我用的视黄醇产品蛮温和的，是 Max 的这一款，我觉得温和也有它的效果。有一些黑头粉刺它是真的有代谢出来，可是它不会脱皮。但是我用到第3天之后，我觉得它还是太温和，我想要快一点去清除这些痘痘粉刺，所以我又换回这一款1.5% 的视黄醇精华。这个精华曾经分享过，它比较刺激一点，不过我用量是比较少，只用1个晚上而已。前天晚上用完，昨天开始就没有擦任何的视黄醇的产品了，不过也开始脱皮，只是呢我脱皮的地方比较局部，就是鼻子还有下巴这边，所以镜头上面可能你会看到局部地方比较亮，其他地方比较正常。现在是早上的时间，但是已经到晚上了，还是会当成早上的保养，会擦防晒。因为我洗完脸了，现在皮肤有点干，先擦第1道化妆水，这个是松山油脂滋润版的神经酰胺化妆水。这款化妆水在前2集松山油脂产品分享已经有详细的分享过，大家可以复习一下。它的成分非常好，有5种的神经酰胺成分，以及有多种大豆的成分，保湿跟修护的效果也是很不错的，成分也是比较单纯，是我个人蛮爱用的，不知不觉也快要用完了。然后这个化妆水也是没有任何的香味，没有人工的香精、酒精、精油、PG 添加，吸收完之后会有自然的光泽感。其实只要你的皮肤角质层是平整的，加上皮肤水分是够的，就会有一点点光泽感。这种光泽感是很自然的，不是刻意弄出来的，你擦任何产品都会有这种效果。刚刚说的视黄醇产品，等一下详细分享给你们看啊，但是我只用过好几次而已，是初步的分享。今天也是简单的保养为主，不会有太复杂的过程。通常化妆水之后，我会习惯擦维他命 C 的产品，白天就不会用纯维他命 C， 因为比较容易泛黄，晚上才会用纯的维他命 C。我会用那种可能多功能的，比如说 Layer Lab 这一款，之前我有提到 Medihue 这款美白精华，长得有没有很像 Annual 那款美白精华？很像哦，它的成分也是蛮类似，但是质地会有点不一样。这款是比较清爽的，我终于买到手了，也试用过，等一下分享。今天想涂这个，因为这款比较滋润，也比较舒缓。它添加了3% 的维他命 C 的衍生物，所以它不会泛黄，很温和，不会有刺激感，同时也做到一定的美白效果。而且它里面有添加7% 的烟酰胺，另外还有3% 的传明酸，也是美白的成分。这款精华我是非常喜欢，我觉得蛮适合我已经回购了，我觉得它蛮耐用的。它的保湿度还蛮不错的，但是不会有黏油腻的感觉。因为我之前用 Annual 的红瓶的美白精华，它是会有一点太滋润的感觉，因为它里面添加了一些植物油脂的成分，可能相对滋润度、封闭性会比较强，所以我用那款现在这个天气我会长痘，那这一款我是不会长痘的，我觉得还蛮舒服的。尤其我需要修复的时候，又想要美白，用这一款真的是非常适合。去旅游的时候，每一天使用都不会造成我皮肤有什么不稳定的状况，长期使用感这款我是很喜欢的，但是它毕竟还是比较偏保湿度高一点的。如果你是偏油肌肤，可能你会不喜欢，没有那么适合。但是这瓶精华，我觉得它的成分以及它的使用感受都是非常好的。除了价格之外，价格稍微高一点点，它要1000出头的台币价格。后来我也有发现 Skin 1004出了新的精华，它有一环美白精华成分跟它很接近的，也有观众问我那一款精华感觉如何，能不能取代这一款？我看成分是蛮接近，但是 Skin 1004那款美白精华它是有添加海藻细针，有这个成分添加的所有产品都会有一点点的刺刺感觉，很像被仙人掌
刺到很细很细那种纤维的针刺到你的皮肤，只要你触摸到这个皮肤，你就会有那种刺刺的感觉，好像被玻璃碎弄到皮肤。但是刺激的程度就取决于它的添加量，还有个人的使用感受，每个人皮肤的承受不一样嘛。但是也不至于觉得很不舒服、很刺激啊，就是涂抹的时候你碰到皮肤会有这种感觉，而且这个感觉会延续到隔天，可能你要2到3天之后不用这个产品，它才会慢慢的消退，但是它不会一直让你的皮肤很不舒服，是你碰到的时候会有那种被针戳到的感觉，真的是很像仙人掌刺到皮肤的感觉。因为这个关系，所以有一些敏感肌还是要注意。我曾经有听过观众说有这个成分的产品他一律都不会用，所以这个我还是要提一下。但是它的成分也是不错的 Skin104 那款，可是呢它的价格啊，在官方看到的价格跟 Nail Lab 差不多啊，所以如果我选择，我就当然还是买它，就不会买那款了。那如果你感兴趣，价格也觉得能够接受，可以试试看，可以感受一下。现在先用眼部产品，之后再用面霜。那这个是 Sigmund 的产品，之前分享过好几次了，不重复介绍。这个我已经回购了，很好用，超级好用的，我觉得蛮适合我，因为它成分超级好的，很多抗老的成分，而且非常温和，没有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 PEG 添加。我突然想要再讲一下 PEG 这个成分，有一些人可能会以为我避开 PEG 是因为它的来源问题，大家上网看可能比较多显示的就是 PEG 的来源这部分的问题，但其实是不是这个东西啊？我觉得很多产品我都没有这个疑虑了，现在的科技也很好。我主要是因为 PEG 这个成分本来它就会造成屏障功能会受到影响，一般皮肤比较健康的是没有问题的，而且它有它的好处，它有乳化的效果啊，还有滋润的效果，也可以让产品的成分更加被皮肤吸收，它也是有它的优点的。但是这个功能呢，放在我们敏感肌脆弱的皮肤上就会有一点问题，我们本身屏障功能已经有一点受损了，比一般人的皮肤更加的脆弱，更加的薄。如果再用 PEG， 它会让我们的皮肤更加不稳定，因为我们的障壁功能有问题嘛，就会产生不稳定的状态。当然它不会马上呈现出来过敏的反应，可能不算是过敏，但是是有影响的。很多人用这种含 PEG 的产品，一开始涂抹使用的时候是没有问题，也没有产生什么过敏的反应，都是后续可能隔天过几天，突然皮肤就不稳定了，有一点发炎的状态了，这个就很大机会是 PEG 造成的。我为什么那么肯定？因为我实验过，我以前也是不知道这个东西啊，我只是单纯避开人工的香精还有酒精，精油我还会用，但是我皮肤比较敏感的时候，我就不会用含精油的产品。可是 PEG 我就真的不会避开，那时候我用产品，怎么有时候稳定，有时候又突然不稳定，搞不清楚状况，因为用的产品都是那一些，然后看成分也是很温和啊，很不错的。后来我就开始注意到韩国人不是会很多产品都不会有 PEG 的成分，他们都会说要避开 PEG， 所以我就开始注意起来了。刚好那时候我手上就有一款含4种 PEG 的面膜，我用完之后当下是非常惊艳，效果很好啊，很滋润，很白，毛孔变得很细。它是属于那种乳液的面膜，也是说敏感肌专用的，但是它里面成分是有4种 PEG， 没有人工香精、酒精和精油的成分。我发现我每一次敷完它的隔天，突然皮肤就开始不稳定了，大爆发了。我就一直找产品看我用了什么东西，我找到那个 PEG 的源头嘛，我就尝试把所有 PEG 都戒掉，之后我就很神奇的稳定下来。所以这就是我长期以来累积的经验啊。很多皮肤科医生啊，很多专家不会有提出这个问题，因为他们也许不是敏感肌，也没有亲身试验过。那我是长年累积的，都10年了，前后加起来10年，我知道我用什么产品会比较稳定。这不是说一个专家念一念书他可以体验到会理解，因为现在的东西太多了，你很难去每一个去做研究，而且这个成分也未必对每一个敏感肌都会有反应。这个部分呢，就看你要不要参考了。如果你用什么都不行，觉得已经用得很小心啊，用的成分都已经很温和，为什么还是会偶尔不稳定呢？你就试试看，把 PEG 戒掉，不要再用含 PEG 的产品，一个都不要，就算它添加量少，它也还是会有影响到的。好，接下来要用这个眼霜。
这一款是 Sigmund 的表皮生长因子眼霜，也曾经分享过。我现在还是会买新的眼霜试用，但是用来用去还是最喜欢这一款。也太大声了吧！接下来擦一层乳液，这个是松山油脂的大豆神经酰胺乳液，这个时候就要擦神经酰胺的产品了。哇，超级舒服！每次用这个产品都觉得好舒服哦。我觉得它真的很适合我。这个乳液在我年度爱用也有出现过，我觉得它会持续好几年都是我年度爱用。目前有一点难取代，因为它的成分、使用感受还有价格都很好。在韩系产品我也有在找有没有类似，最近有看到一款有一点相似，但是它的神经酰胺的成分比例应该比它少，但是应该不错，价格不会太高，所以我打算尝试完再告知你们。我忘记是什么品牌，我找到的话我就把图片放在我的荧幕上面。这个乳液干涂抹完之后是滋润的，但是很快被皮肤吸收了，吸收完之后就没有那么的黏，它会慢慢的吸进皮肤里面，然后就变得比较清爽一些，但是它还是有滋润度啊。不要想说这个乳液用完之后超清爽，它不是超清爽，它还是有保护的感觉的。顺便要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的这次的松山油脂的代购已经全部售罄了，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啊！下次有机会我再找更好的产品给你们代购。现在我想要擦个防晒，这款是新的，我没有分享过，也是新产品 Torridon 的积雪草防晒，它是纯物理性的防晒。这款防晒看起来跟 Innisfree 这款好像哦，它里面内容物也蛮相近的，成分也类似。我已经找到它的替代了，因为这款停产了嘛。Innisfree 这款 Torridon 这款用起来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，它的颜色挤出来也是绿色，但是它的绿色跟 Innisfree 有点不一样。Innisfree 比较淡一点的这个颜色，而且它流动性比较强一些。近看一下，其实差别没有那么大了。这个是 Torridon 的 Innisfree 的。上脸的效果没有差别很大，但是确实 Torridon 这款上脸的效果会偏绿一点点，我反而觉得它会比较自然一些，它没有那么白，涂抹一段时间它会融入皮肤的。给大家看，这个防晒涂抹开的时候会蛮白的，非常的白，但是不用害怕，你涂抹开之后，等皮肤吸收之后，它会慢慢变得比较自然，但它还是有一点点泛白的效果。就像素颜霜一样，这个效果跟 Innisfree 的 C 卡防晒很相近，因为它的绿色调会带多一点点，时间久了之后，它反而我感觉是比较自然一些的，但实际上没有差异太大。涂抹开，它的膏体也是非常好涂开的，很容易涂均匀，也不会浮上脸。它可以很贴皮肤，也很适合化妆之前使用，不会跟底妆打架的。那这个防晒大家看到后面已经变得比较自然一点了，我觉得这个提亮效果我是觉得很可以的。一开始如果害怕的朋友们可以一点点先涂抹，让你的肉眼习惯一下，但我觉得其实没差。涂开之后就会变自然了。它是没有任何的香味，没有人工的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G 添加。它的总成分比 Innisfree C 卡这款再少一点点，一样都是有多种的积雪草的配方添加，而且都是纯物理性的防晒成分。Torridon 的积雪草防晒，我看它跟Innisfree 的 C 卡防晒比较，几乎它的防晒排列蛮相近的，差不多的添加量，但是它的积雪草成分比 Innisfree 那款排的比较前面一点呢。Torridon 的防晒成分大概有35种 ，Innisfree C 卡的防晒成分大概有39种。Torridon 这款的积雪草的成分是排到成分列表的中间偏上面一点点的，第13个成分到第17个成分都是积雪草的成分，而且它同时有添加 B5 的成分，也有添加一些乳酸菌的发酵物，以及一些植物的提取物、维他命 E。Innisfree 的 C 卡防晒的积雪草成分是排到第28个到32，它也有 B5 的成分，也有一些植物的提取物、维他命 E、玻尿酸的保养成分。可是看它的 B5 的成分添加量，应该稍微会比
Toriden 的少一点点，看整体成分以及使用的感受并没有差很多的。不过两个比较起来了，我个人是更喜欢 Toriden 的，我觉得它的保湿度有比较好一点点，但是它不是油腻那种哦，它会让我皮肤更加的舒缓，有被保护的感觉。因为物理防晒也有很多种不同成分的配合，不同的质地。Toriden 这一款呢，算是有明显的修护的效果了。因为 Toriden 呢，它还多一个成分烟酰胺。整体来说，这款积水草防晒我是很推荐的，很推荐敏感肌可以用。如果你不怕这种有一点泛白感的朋友们呢，或者是你是喜欢这种的，推荐给你们。那我曾经是有看过有其他的 YouTuber 分享过，他是不喜欢的，因为他说很白。太泛白了，涂在他的脸上还有小朋友的脸上，觉得感觉太明显，所以觉得不自然。但是我敏感肌的角度来说，这款防晒它的成分真的是非常温和，很难得。其实你在市面上很难找到这种有修护成分的防晒，而且同时它真的能够让皮肤有舒缓下来，没有那么刺痛感。加上这个泛白效果，我觉得是修饰毛孔的，不用擦粉底，又可以舒缓敏感肌，同时可以防晒。那这个对我来说是很棒的，就给你们参考了，我觉得它真的很不错。产品使用完之后，我想要分享刚刚想分享的产品就是这个视黄醛的精华。这个面霜它是有添加 0.1% 的视黄醛，另外有添加烟酰胺1% 的 B5 成分、乳酸钠、水解海绵针、维他命 C 以及一些多肽的成分。看它的成分呢是蛮温和的，不过它因为有添加这个海绵针，所以用的时候会有一点刺激感，那个刺激感是一点点而已。我觉得对比那种很强烈脱皮红肿的视黄醛成分的产品，用在我脸上算是很温和了。温和不一定没有效果，粉刺会代谢的比较快，很明显那些粉刺洗脸的时候搓一搓它就掉下来了，蛮神奇的。但是它不会让皮肤脱皮，完全不会脱皮。不过我只是用了3个晚上3天，我使用量蛮多的，因为我想要它快一点有作用。使用量多之后会稍微提高这个刺激度，但是也还好，真的没有很刺激。那个针的感觉你习惯之后就觉得OK， 很平常。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，那挤出来是黄色的，非常的黄，但是擦在脸上也不会黄，它就融入皮肤了。对，擦在皮肤上面之后有针戳到的感觉，很细微的针，有保湿滋润度，但是很轻薄。它等一下就会吸收完了。我单擦这个加保湿精华不够，1-2个小时之后我皮肤是超干，还要补擦一些保湿的面霜。然后它是没有任何香味，没有人工的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 添加。这个产品就是初步给你们分享了，我再使用长一点时间再跟你们报告吧。目前使用感受是蛮温和，但是它太温和，所以我觉得不够快，可能还是要换回这个。那这个刺激度比较大。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看回之前的分享，我做了好几集关于这一瓶的视黄醛，它的刺激性比较高一点，但是它有很多优点，使用方式对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刺激。我现在是使用1个晚上就停了，后面就不用了。皮肤的脱皮状况就比较温和，也不会太疼痛，使用量也要少，一定要避开眼周以及脖子，它是真的很有感的，不要小看它。但是它的成分配合很好，所以它同时也是可以淡斑、均匀肤色，还有代谢粉刺，它的效果也是特别明显的。所以相比之下，我觉得它的代谢粉刺效果它会比较快，比较好，而且全脸皮肤的数值也会明显变好，在短时间内。但是副作用也会比较大，因为它会脱皮，也会有一点点疼痛感。但我今天大家看我还好吧，我也没有到很严重很红。如果初次使用视黄醛的产品，再唠叨一次，不要用太高的浓度，1.5% 是很高浓度了，这是进阶版的。如果你皮肤耐受度很低，0.1% 有可能就会脱皮啊，就已经有那种反应了。你要慢慢建立皮肤耐受度，皮肤耐受度变高之后，你会发现皮肤就会变厚，对敏感的状况也会比较减少，脏壁功能变厚了，自然就不会那么容易受到刺激。这些都是要时间去建立的，不是擦个1-2次、1-2个月就好了。我用视黄醛产品断断续续也好几年了，这集也是顺便带一些资讯给你们。最后一个产品要分享给你们的是这个 Medicure 的
美白精华，这个精华在新品快报有分享过，那时候我还没有买到的。这个美白精华是有10% 的烟酰胺的添加，还有5% 的传明酸的添加，另外有添加熊果苷，它没有标示添加多少，但是它是排到成分列表传明酸的后面，我想它的添加量应该也不少，至少也2% 吧。你看它的美白成分非常完整哦，很多层面都可以照顾到。除了上面的成分之外，有添加 B5， 还有 B12， 青钴胺素是 B12， 它是可以帮助皮肤修复美白。所以你看到这个精华是红色，红色是来自青钴胺这个成分，也称为 B12。另外它有添加多种的植物提取物，还有阿魏酸，阿魏酸是很强的抗氧化的成分哦，通常配合维他命 C 都有不错的抗氧化美白的效果。它的成分真的超好的，以上的成分之外呢，还添加了多种的玻尿酸的成分以及多肽的成分。它是没有添加人工的香精、酒精和 PEG， 有添加玫瑰精油一种的精油，精油成分排到成分列表的中间哦。涂抹的时候会闻到玫瑰的花香，但是抹开之后就没有了，不是很强烈那种。看它整体成分还是很不错的，大部分都是有效成分，可以保湿、抗老、美白、抗氧化，还有添加一些舒缓的成分，所以保湿之余有一点舒缓皮肤的效果。因为它的流动性比较强一点的，很像水液态的。抹开之后它是比较轻薄，但它还是有明显的保湿度哦，会有一点点的滋润感。但是如果你前面没有擦很多东西，你单擦它，它是很快被皮肤吸收，也不会觉得很油腻的。不过它不算是清爽哦，如果你想要找很清爽的，它真的不算是了。你用多在脸上，它还是会有那种滋润感的。我觉得它的滋润感跟 Layer Lab 是有点相近的，但是它比较轻薄一点，吸收完之后是这样的。如果你前面没有擦很多东西，它是不会有亮亮的效果。可是如果你前面有擦一些保湿的化妆水啊、精华，你看我拍出来效果就不一样，它就会变得蛮滋润的，因为叠擦上面去，这个滋润感就会加强了。肤感上我觉得没有问题，目前以来传明酸加烟酰胺这种美白成分配合的精华里面，我觉得它算是最清爽的，质地是最轻薄，所以肤感上面我觉得它很不错，成分也很好，而且它也不会搓泥。但是我觉得它温和度没有想象中那么好，如果平常使用没问题，可是像我用完视黄醇的产品，我用Layer Lab 不会有刺激感，是适合的，但是我用它可能会造成我皮肤有一点不稳定。我觉得也许是它的精油的关系啊，它有添加一种精油嘛，不是所有精油都会有刺激感啊，也要看它的添加量以及它的种类。总之呢，我使用这2款精华差不多成分的Layer Lab 这款明显是比较温和的，质感会比较好，长期使用感 Layer Lab 这款是很好的，无论它的美白淡斑的效果以及它的肤感温和度都很好，很适合敏感肌想要美白的朋友。它有很浓缩的美白的成分，也有不同层面的美白成分添加。Medicure 这款它是没有维他命 C 的成分，你可能要额外配合维他命 C 的精华一起使用，效果会更好。单独使用也是有效果，但是加维他命 C， 相信我效果会更明显。如果你要跟维他命 C 精华一起使用，我会建议维他命 C 精华之后再叠擦这款。维他命 C 的成分最好是第一道，更容易被皮肤吸收。它还是很多优点，你看它有一些多肽成分，有一些抗老成分、抗氧化成分去配合嘛，而且多种的玻尿酸成分，用完它之后就不需要再叠擦保湿的精华，单擦它已经够滋润了，加上它的成分浓度很足够，质地也比较轻薄，好吸收的。但是它价格相对比较平价，现在它的官方网站是有卖的，几百块台币而已。2款精华都是30毫升。好，那么今天影片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哦。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，请记得帮我按赞，还有别忘记分享、订阅、按响铃铛。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